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部19世纪法国文学的经典之作《包法利夫人》。这本书由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·福楼拜 （Gustave Flaubert） 于1856年发表，被誉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。福楼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，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——艾玛·包法利 （Emma Bovary）。她的一生充满了对浪漫爱情的渴望，对奢华生活的追求，以及最终的幻灭与毁灭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有过对某种生活或某种爱情的幻想，而当现实与幻想不符时，你是否感到过深深的失望甚至绝望？这种情感上的落差，正是包法利夫人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。让我们先从一个名人事迹开始。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·海明威 （Ernest Hemingway） 曾说过，所有的美国文学都来自一本马克·吐温的书，叫做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。但他同时也说过，现代文学的一切都来自包法利夫人。这句话足以证明包法利夫人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1. 艾玛·包法利的浪漫幻想与现实冲突。艾玛·包法利是一个生活在法国乡村的年轻女子，她从小在修道院接受教育，阅读了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，这让她对爱情和生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她渴望浪漫的邂逅、奢华的生活和激情四溢的爱情，但现实中的婚姻却让她感到乏味和失望。福楼拜通过艾玛的故事，揭示了浪漫主义文学对人们心理的影响。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常常描绘理想化的爱情和生活，这使得读者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当现实与幻想不符时，人们往往会感到失望和痛苦。识别幻想与现实的差距，了解浪漫主义文学对心理的影响，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自己内心的幻想，并学会区分幻想与现实。2. 培养现实感。通过观察和体验现实生活，我们可以逐渐培养起对现实的理解和接受，从而减少因幻想破灭而产生的痛苦。在他看来，爱情应当突然而来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仿佛九霄云外的狂飙，吹过人世，颠覆生命，席卷意志，如同席卷落叶一般，把心整个带往深渊。包法利夫人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艾玛对爱情的幻想，她渴望的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不是平淡无奇的婚姻生活。欲望的膨胀与道德的沦丧。随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，艾玛的欲望逐渐膨胀，她开始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和激情四溢的爱情，不惜背叛婚姻和家庭。她的欲望最终将她推向了道德的边缘，甚至不惜借贷来维持她的奢侈生活。福楼拜通过艾玛的堕落，揭示了欲望的无止境和道德的脆弱性。当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时，往往会陷入道德的泥潭，最终导致自我毁灭。1. 控制欲望。学会识别和控制自己的欲望，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道德困境。2. 建立健康的价值观。通过培养健康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抵御物质诱惑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他有他的恋情，有他的痛苦，可是他隐瞒的不说，他把这一切藏在心底。包法利夫人这段话揭示了艾玛内心的挣扎，她试图隐藏自己的欲望和痛苦，但最终却无法逃避命运的惩罚。3. 自我认知的缺失与悲剧性结局。艾玛的悲剧性结局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欲望和道德沦丧，更是因为她缺乏自我认知。她始终无法认清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也无法接受现实生活的平淡和琐碎。她的自我认知缺失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。福楼拜通过艾玛的故事，强调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。当人们无法认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时，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决策，最终导致悲剧性的后果。培养自我认知。通过反思和内省，我们可以逐渐认清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2. 接受现实。学会接受现实生活的平淡和琐碎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满足。他想死，又害怕死；他想活下去，又觉得活不下去。包法利夫人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艾玛内心的矛盾和挣扎。她既渴望解脱，又无法放弃对生活的渴望，最终只能走向毁灭。4. 福楼拜的写作风格与文学成就。福楼拜的写作风格以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心理刻画著称，他擅长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并通过人物的行为和语言来展现他们的性格和命运。福楼拜的写作风格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，他强调客观性和真实性，力求通过真实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。1. 学习细节描写。通过学习福楼拜的细节描写技巧，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，使作品更加生动和真实。2. 理解现实主义文学。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，
并从中汲取生活的智慧和力量。他的生活冷冰冰的，犹如天窗朝北的顶楼，百无聊赖像无声无息的蜘蛛，在暗处结网包法利夫人。这段话通过细腻的描写，揭示了艾玛内心的孤独和绝望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通过对包法利夫人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和背叛的故事，更是一部关于人性、欲望和自我认知的深刻探讨。艾玛·包法利的悲剧性命运，警示我们：一、要认清现实与幻想的差距，不要被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迷惑，要学会接受现实生活的平淡和琐碎。二、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让欲望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地步，要学会识别和控制自己的欲望。三、要加强自我认知，要通过反思和内省，认清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四、要培养健康的价值观，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，避免陷入物质诱惑和道德困境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分享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力解答和回应。